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李哥的频道。我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法国的自行车旅行爱好者。自从几年前开始自行车骑行后，就喜欢上这种比飞机、大巴环保、比抱团灵活、比徒步高效的兼具健身、自由和效率的旅行方式。为了让自己和我身边一样喜欢自行车骑行的朋友们有更多不同的骑行体验，平时都会关注和收集那些特色有趣的骑行线路。欧洲是自行车的诞生地，有丰富的自行车骑行路线，自行车旅游发展也很成熟。然而在我查找资料时却发现，有一条自1995年创立至今发展越来越完善的大欧洲骑行线路，在网络和 YouTube 上相关的中文介绍却屈指可数，以至于很多华人骑友都不太了解这个伟大且庞大的自行车线路系统。所以我将在这个以自行车旅行为主题的频道尽力为大家系统地介绍这17条纵横欧洲的自行车骑行线路。从1995年欧洲骑行协会最初制定的12条线路发展至今，共有17条线路，每一条线路都令人着迷，每一条线路都各有特点，每一条线路都是自行车旅游爱好者渴望骑行的道路。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第一条线路，也就是大西洋海岸沿线之路的介绍。大西洋海岸线之路是所有贯穿欧洲的骑行线路中最长，也是位于全部17条骑行线路之首的线路，编号 EV1， 其总长度约为11500公里，途经挪威、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6个国家。沿途景观各异，有冰川，有峡湾，有悬崖，有瀑布，高山、平地、草原、丘陵，甚至还有沙漠。大西洋海岸线之路顾名思义，就是沿着欧洲地理范围最西侧的海岸线，由北向南穿过整个欧洲。这条伟大的自行车骑行线路始于挪威北部北极圈内欧洲公路的最北端，欧洲 E69 号公路的尽头，也是欧洲骑行协会所有17条线路中的1号、7号、11号3条自行车骑行线路共同的起点。这里也是挪威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每年5月中旬到7月中旬，数十万游客到访这里，只为体验午夜阳光的独特。由于挪威独特的地貌，我们从挪威的北角开始骑行后，会经过很多的隧道，并且会时常乘坐轮渡才能完成部分路程。但是这并没有降低这条线路的挑战难度，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坡道等着骑行者去征服。当然，对于勇于挑战欧洲大长线的骑行者，大自然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一路上瀑布、湖泊、青山绿水以及极致纯净的空气都令人陶醉。在挪威这段自行车骑行线路上，最值得推荐的就是从特隆赫姆经奥勒松，最后到达贝尔根这座已经800多年的古老城市。在这条约900公里的推荐骑行线路中，不仅风景壮丽，而且骑过岛屿，跨过海洋，有挪威最长的峡湾，有挪威最古老的码头，有最多的木头房子，还有最新鲜的大西洋海产。在贝尔根结束户外运动天堂挪威的骑行后，接下来会乘飞机进入英国苏格兰地区素有银城之称的阿伯丁，从这座欧洲的石油之都开启英伦3岛的骑行之旅。在这一阶段的骑行中，不论是阿伯丁城内欧洲最古老的大学，
还是尼斯湖怪兽回家必经的因弗内斯城，不论是横跨英国最大山脉的凯恩戈姆斯国家公园，还是星球大战7的取景地斯凯利格岩石，每一处有形的景点都会让在欧洲自行车旅游的人们流连忘返。但是这些都无法取代那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那个历经3000年磨砺，从电子到摇滚，从嘻哈到朋克，从流行到雷鬼，已经完全融入西方音乐基因的凯尔特音乐。即使你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相信通过这样一段独特的骑行旅游经历，也会对这个不断从欧洲大陆溃退至今只能偏居一隅的族群所蕴藏的巨大的音乐影响力有更深的了解。英伦三岛的骑行最后是在普利茅斯港结束，乘船跨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罗斯科夫登岸。从这里将开始第3阶段的骑行，也是从这里，这条11500公里的自行车骑行线路开始进入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拉丁语世界。在法国这一阶段的骑行中，整个线路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在穿过布列塔尼半岛到达法国第6都会区南特市后，将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一直南下进入西班牙。而享誉世界的法国美食中的很多顶级美食也都在法国这一段线路上，比如极为稀有的蓝龙虾，比如天然美味的法国生蚝，比如高性价比的鲟鱼子酱，当然还有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的顶级食材鹅肝酱。既然沿路都是佳肴，那必有美酒相伴，而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法国名酒庄就是出自这片广袤的地区。拉菲、拉图、牧童等等这些酒庄虽然并不在骑行线路的必经之地，但都近在咫尺。如果我们把英伦三岛的自行车骑行比作音乐之旅的话，那法国段的骑行无疑就是极致美食之旅。当然，美食美酒还不是法国骑行线路的全部。在这1200公里的路线上，同样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帝国的遗迹。而最重要的就是，这段骑行线路的绝大部分都是专用的自行车道，安全性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在大西洋海岸线骑行的所有线路中，我最推荐法国段骑行线路的主要原因。而这条线路其实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朝圣者之路的一部分。关于朝圣者之路，我会在之后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订阅，持续关注小李哥的频道。穿过分隔法国、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后，将开启整个大西洋海岸线的最后一个阶段——西班牙葡萄牙线路的骑行。虽然西班牙拥有比邻大西洋的海岸线，但是在我们骑行的整个线路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西班牙的内陆骑行。虽然是在内陆骑行，但这条线路有着更精彩的内容。除了西班牙美食皇冠上最闪亮的宝石伊比利亚黑猪火腿外，在这条沿着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人开创的线路上，
无数人类建筑瑰宝星罗棋布。布尔戈斯、萨拉曼卡、卡塞雷斯、梅里达等等，一个个古老的城市，一座座特点鲜明的清真寺、教堂，一处处自航海大发现后用金钱堆砌起来的王宫宅邸，完美地展现了人类2000多年来的建筑成就。当然，别忘了还有令人激动的足球、斗牛和迷人的西班牙女郎，以及随处可见的弗拉明戈。进入葡萄牙后，一路都是沿着大西洋的海岸线前进。在这段线路上，我们会看到壮观的海岸线、广阔的沙漠、浅泻湖和大西洋的狂浪。当然，我们也会感慨，怎么钱包里所剩无几的欧元突然变得那么耐用？头上的太阳为什么天天都出现？而当地食物也像极了中餐。最后，我们在葡萄牙的小城卡米尼亚结束这整个11500公里的行程。如果看完视频您觉得有兴趣，但是又没有时间，不如选择一些经典线路体验一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意思的欧洲自行车骑行路线和信息，请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小李哥，一个喜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丈量世界、体验人生的自行车旅行爱好者。谢谢您的收看。